2023年的时候，我确诊并陷入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精神类问题，但这个不用紧张啊，这个在我们这一行算入行许可证。我就立马买了一张机票飞去了云南大理，因为2023年的时候，刘亦菲和李现那个电视剧特别火，去有风的地方，两人甜甜恋爱，我很羡慕。我去了，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刘亦菲不在，但是大理真的有风。因为当时我妈给我打电话，我跟我妈说：“妈，我生病了。”我妈说：“儿子回来考公。”我说：“妈，你说啥？”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就叫六园咖啡馆，它是在大理一个很偏僻的村子里面。我住在村子里，就是觉得僻静能疗养身心。结果我发现所有的精神病都是这么想的，欢聚一堂。给各位分享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叫六园咖啡馆的故事。2023年的时候，我确诊并陷入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精神类问题，但这个不用紧张啊，这个在我们这一行算入行许可证。我就立马买了一张机票飞去了云南大理，因为2023年的时候，刘亦菲和李现那个电视剧特别火，去有风的地方，两人甜甜恋爱，我很羡慕。我去了，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刘亦菲不在。但是大理真的有风，因为当时我妈给我打电话，我跟我妈说：“妈，我生病了。”我妈说：“儿子回来考公。”我说：“妈，你说啥？”我当时住的那个地方就叫六园咖啡馆，它是在大理一个很偏僻的村子里面。我住在村子里，就是觉得僻静能疗养身心。结果我发现所有的精神病都是这么想的，欢聚一堂。我们咖啡馆没一个正常人。我来这之前，我感觉自己只是精神有点问题，躯体有点异常，情绪有点障碍。我来了之后，我来了云南之后，我单纯发现我只是皮肤有点干燥。我在这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大太阳。他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小伙，每天会做一件事，早上起来站在村口的石头上，对着苍山喊话。他会对着苍山喊一句全人类都不会说出的话。每天早上起来站上石头，对着苍山这么说：“我是大傻子。”哎，他还是学播音主持的，他是字正腔圆的。我是大傻子。每次都是这么喊，他指望苍山怎么回复？苍山无语。喊完这一句话，拿着一大杯咖啡就走了。顾客看了都懵了，说：“咋是喊大傻子就有咖啡吗？那喊小傻子是不是有浓缩呀？”但是各位，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感觉很奇怪。我每天听他这么喊，我从他这句话里面喊出了一种哲学的感觉。哎，我是大傻子这句话太妙了，它是一种自我否定的肯定。每天早上起来，大太阳喊完这句话，就没有人能否定他了，因为他已经否定了自己。要是还有人再敢否定你，那双重否定代表肯定。我当时还是感觉奇怪，因为人来人往那么多人，高低有点丢脸。我就问那个前台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喊，前台反问我说他为什么不能这么喊。他说这是大理，大理是啥意思你知道吗？就是当大傻子没人理在这儿。各位，从他们的身上，我是真的有了很多的感悟，因为我在生活中就是一个不敢承认我是一个傻子的人。我稍微表现出一点不正常都会感到自卑。你比如说平时生病真的有躯体反应发作，呼吸不上来，手抖，别人问我怎么了，我只敢说我憋着玩。后来他们都传刘奎是癫痫。但各位，在大理我从来没发作过，也可能我一直在发作，只是我没有意识到。因为一个人抖那是癫痫，那一群人抖我们就都是9岁的蝴蝶。我们大家没有正常人，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群体。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是六园咖啡馆，生活中也有很多。你们吐槽同事的小群，深夜1个人2点的 KTV， 包括像脱口秀现场，咱们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开心的，对吧？来这儿咱们就是为了发疯的。大家是真的都很难受。我现在敢非常笃定的保证，各位，不仅我有病，今天在场所有人都有病。我笃定的保证，你们从那儿坐车到现在坐了8个小时，你们脊椎肯定有病，对吧？你们现在还笑得出来？各位，我刚刚这个梗我是在骂你们，你们居然还笑，你们是不是有病？我都不认识你们现场的各位，我居然还敢骂你们，我也有病，我真的是，对吧？现在没事，各位，如果给你们发泄一下，接下来2分钟你们来骂我，啊，不骂是吧？那我继续讲了啊。
这就是我们的状态，憋着一直不敢说出来。我一直在那儿疯到了2024年的5月8号，那一天晚上灯火通明，咖啡馆夜里2点灯还一直亮着，大家在苍山下为我送行，大家大声喧闹，对着苍山肆意的喊话，声音非常的大。但我那天真的很开心，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苍山也会说话。那天晚上我们大声喧闹，苍山对我们说：“大晚上让人睡觉啊！”讲这一段故事，我大概是几天前写的。我跟咖啡馆的各位朋友们，我们都交流了一下。我说我要在线上讲这一段了。为了保护你们几位的隐私，我会在接下来的段子里所有的名字都用化名。他们要求我用真名。老板跟我说，他现在知道的呀。现在那个最近有新规，都得实名制。我说，说实话，我其实是一个挺自私的人。我特别害怕这一段播出去，不管成绩如何，播完之后有流量了，你就火了。你火了之后，咖啡馆的人越来越多，再也不是我当时的那个乌托邦了。老板就安慰我说：“你别耽误我赚钱。”但是记得，有病常回家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刘奎。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线下非常不知名的小演员。我之前也上过电视，我上过一档主持人职场综艺，叫《令人心动的 offer》。对，你们回去看就好了。我在这个节目里面表现突出，我是这个节目播到目前为止全国选的10个主持人实习生中的第1名。对，被淘汰的选手。也就是说，你们今天回去要是想看我的抽象表现，你们别开会员。第1期免费看。我走的真的非常的快，各位。我总结了几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就是我完全没法做那种非常稳重端庄的主持人，因为我从小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前额叶发育疾病，叫 ADHD， 也就是多动症。但我跟那些多动症不太一样，我是只要情绪一激动或者紧张，我就忍不住眉飞色舞。我真的，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学播音主持的。那个时候我大学老师让我播新闻，让我播那个新闻，我每读一个重音我就挑一下眉毛，所以就导致严肃的时政新闻都被我读得异常的猥琐。我大学读新闻，我原样我是这么读的：近日美国和欧盟爆发了新一轮的贸易冲突。你听我读，你感觉贸易战是我挑起来的。哦，我真的从小就说我什么，大家都说我什么面相猥琐不像好人。各位，我只是有病，我控制不住我的中庭，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东亚小孩，无法逃离原生中庭对我造成的伤害。这是我被淘汰的第1个点。第2个点是因为节目组他给我一个实习生安排的任务是让我采访一位明星，那个明星的名字叫易立竞。我当时看着手上易立竞那3个字，我说是我采访他还是他采访我？我跟你们讲，就在我淘汰后，有一条营销号写的标题原文，他写的还不叫刘奎采访易立竞，那一条营销号写的叫刘奎选择挑战易立竞。刘奎挑战易立竞。你们见过垂杨柳倒拔鲁智深吗？各位，我当时太紧张了，所以就导致我当时动作完全变形。导致我当时每说一句话，我就对着正前方的易立竞老师挑一下眉毛。所以你们回去看，导致我在那个节目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问题，我都不像在采访易立竞，像在挑逗易立竞。我当时全程是这么说话的，我当时就对着正前方易立竞老师，我还得保持一个礼貌的微笑，所以我全程说：“老师，您对于我采访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回头看那个视频了，各位，我不像采访者，我像旁边西餐厅的相亲男，拿着红酒杯在那小易呀。你觉得我怎么样？各位，你们现在都笑了，易立竞懵。那易立竞他只见过披荆斩棘的哥哥，他哪儿见过挤眉弄眼的弟弟？
我的中庭有3关，我只控制住了我的眉毛，我的另外2关像鸟一样乱飞，尤其是我的眼珠，我当时像一只捷克狼犬在寻觅猎物，我在舞台上的原样是这样。伊丽静老师就在我对面跟着我的眼珠，感觉被我传染 ADHD 了。而且我这个病叫注意力缺陷，什么意思？我大脑有时候会因为过于紧张，我突然开始放空发呆。所以我当时正在跟伊丽静说话，我说着说着，我突然盯住她身后的一块空地，我开始发呆，长达5秒不动。当时伊丽静害怕，因为台上只有我们2个人。我一直看着她身后，因为台上有2个脏东西，一个是我，一个在伊丽静身后，但她不敢回头。你们想一下，伊丽静采访了20-30年，她见过无数的神经病，她还没见过鬼。我一直朝她身后挤眉弄眼，你感觉新闻没播完，人鬼情未了，你感觉就那个时候，伊丽就痛恨自己不是吴京，因为吴京可以随手的，吴京可以在，我见过鬼，你见过吗？对吧？那吴京可以。那伊丽静不行，那伊丽静是没有后视镜的，我就想赶紧结束这场访谈，太尴尬了，茶也凉了，我也累了，伊丽静也碎了。我就想赶紧结束，我就立马站起来跟直播间的导播我说：“老师，就录到这儿，我结束了。”导播先我一步站起来，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话。导播站起来说：“啊，刘奎，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录？”各位，我3年没接触主播台了。我从进门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喊开机。也就是说，刚刚30分钟，什么都没录，纯调戏。我们当时3个人心里各有各的想法。导播心想还没开始吗？我说我已经结束了。伊丽静心想。我当时把伊丽静老师逼到他开始坐下来反问我问题。伊丽静坐下来问我说：“刘奎，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吗？有考虑过转行吗？你能看着我说话吗？”各位，我的采访真的太有感染力了，我甚至感染了整个观察室跟导播间。当时的导师系的老师有一位老师的名字叫鲁豫。鲁豫老师拿着手上的板子说：“刘奎，我是要首先淘汰的。”你们3位老师有意见吗？3个老师跟被我传染一样，没有。各位，真的是我走得太快了，网友们看了我的表现，都来网上拥抱我，就是拥过来网暴我。给我取名叫我什么眉毛哥、眉飞色舞哥，说我什么眼球突出甲亢，说我有那个鸟类综合症，说还有那种网友说刘奎，你其实特别适合当演员啊，因为你面相狡诈，特别适合演咱们古装剧里面的太监，就是哎，我有一计。妈的，声音太多了，各位，我完全看不下去，因为我有严重的注意力缺陷，我完全。但各位你们放心。今天我还站在这，就说明我完全没事。因为当时我下了这个节目被网暴完之后，我立马花3个月的时间，用这段故事和网暴的经历写了一个专场出来，全国巡演。我现在每走过一个地方，每走过一个城市，每走一个录播间，你们这220个人，我看到之后我都知道，我在你们的心里，只要演完，我不是那个采访伊丽静的变态，我是一个纯粹的喜剧演员。我正带着伊丽静老师全国巡演，我现在。我完全无所谓，网上说我声音，我线下的观众都很喜欢我，都说刘奎这个人没毛病，都说我没毛病，我现在完全无所谓。有很多观众不喜欢我，看了我的表现说刘奎你从头到尾眉飞色舞，你这是脱口秀吗？我说没关系，您过来，我没把我挑飞我。我现在就做自己。我想好了，今天采访完之后，演完这一段，鲁豫老师问我说：“刘奎，咱们俩约个访谈。”我说：“对不起，鲁豫，有约了。”完全无所谓。我就是这样。我现在看到爱奇艺，你们看这边是不是有几家摄像头，对吧？这些摄像头配拍我们。
爱奇艺，你们得换成运动相机，不然抓不到我的幽默瞬间，你们抓不到，我整无所谓。说我流很多汗，说我今天把汗甩第一排观众嘴里。各位，你们要是不喜欢我，这就是我的汗水；你们要是喜欢我，这就是我给你们全场的饭撒。这就是我的喜剧。不是累了，是我的演出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想问各位一句，你们喜欢我的风格吗？我拿到属于我的 offer 了，谢谢你们。今天跟各位聊一下教育 ，education。我受过教育，但是我从小受的是我妈那种非常高压严苛的教育。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孩，我现在是开智了。我小时候非常的内向，我为了锻炼我的外向、自信、大方，我妈就从小把我送去学那个少儿口才班，学习朗诵。学习表达，我跟我妈说：“妈，我不想上。”我妈说：“儿子，你上这个课之前你还叫刘奎，你学出来你就是康辉。”各位，我当时才5岁，我不认识康辉，我是菊萍伪粉。但是各位，少儿口才班里面完全没有那种什么小康辉、小菊萍，都是像我这样的小疯子。那个少儿口才机构教的内容非常的刻板，大家肯定有在网上刷到过，会要求每一个小孩读任何的文章都要打起精神。但是各位，5、6岁的小孩，他们把控不好那个精神的尺度，就导致每一个小孩一开口朗诵，精神状态都不太正常。我们小时候就是20多个小孩，每一个人一开口没有一个内向的，每一个人一开口都是。我上课的时候，我特别想告状，我想说老师，他抢我氧气。回头一看，老师已经在后面。我们就是这样，所有东西非常的刻板。比如说，非常多的文章，大家小时候学过，第一个字儿永远是啊，春天。你感觉小孩朗诵以前都要先整一口啊。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春天是53度。就是这样，所有的东西都要脱腔甩调，读5字古诗，重音都在第3个字。静夜思都这么读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各位没有逻辑，因为你要是把床前明月光翻译成大白话，你说的就是你看天上有一轮月亮，它就没有逻辑的。这玩意儿没逻辑，哎。压根儿不需要花钱学这玩意儿，对吧？不就第3个字就是重音吗？但各位，你们今天来早了，今天刘辉老师免费给你们上课。今天全场3秒钟学会少儿口才，同学们上课。下面开始，全场跟我一起举头望明月，来举头。你听听，和狗叫有什么区别？我都怕这帮小孩长大之后偷偷来到现场看我的脱口秀。我在台上讲一个段子，他们在台下哈哈哈哈哈。哎，这个梗很有讲究的，这个梗说明5哈里面只有一个重点。让我们把掌声送给5哈的重点邓超老师，让我们对吧？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学的东西一定非常刻板。你比如说，我们不懂文章的意思，老师为了让我们更加精准的表达，就要求我们把每一个字儿都精准到我们的手势动作上，就导致我们的朗诵特别像在练武术。我们小时候一篇文章就是这么朗诵的：自从那一天，我的妈妈发现了我。一堂课上下来，口才没学会，肩胛骨都骨折了。我是5岁上的那个机构，我带过那个机构的标语，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标语叫"学习艺术，报效祖国"。我说你这样，哈哈哈哈哈，祖国只会报效。对吧？我不仅学过少儿口才，大学我学的是播音主持，我也兼职过少儿口才老师。很多家长就不负责任，把孩子送到我们2楼学少儿口才，自己立马去1楼打麻将。就是孩子们在楼上千磨万击还监禁，父母在楼下扔耳东西南北风。我们就是这样学这些东西。我是按照我正常的方式教孩子，平时怎么说话、怎么做事就怎么朗诵，没有这些假模假式的动作。不到1周时间就被家长投诉了，
说我教的不够认真，说我声音不够大，动作不够大。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你觉得声音大，动作好，你怎么不这样？你怎么不这样跟我说？他给我来了一句，他说我这么大人了，我可不来。这就是家长的态度，觉得孩子不学点什么就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孩子教出来是假大方，家长也是真小气。因为有非常多的兴趣班可以选择，我都猜到家长在家里怎么交流的了。老公跟老婆交流说：“哎，咱给孩子送去学钢琴吧。”不买，钢琴那贵死了，要买5、6万呢。那送孩子学吉他，那不买吉他，吉他需要买吉他那1、2千呢。那送孩子学口才，口才只需要买水，还有氧气罐，对吧？真是的。那他们在这交流，那学这么多东西都要花钱，那别学了吧？那不行，得学，总不能给孩子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吧？咱。家长就是这样的态度。现在学口才甚至越来越小了，甚至你们上小红书搜，不仅有那个少儿口才班，甚至有那个胎教口才班，就是给正在怀在肚子里的宝宝听那些朗诵的音频。胎教口才班，我都怕孩子羊水呛着。你指望以后孩子教出来怎么办？教出来之后就会大大方方，很会来事。以后别的孩子出来都是喂喂喂，你家孩子出来第一句，哎呀，爸爸妈妈久仰久仰，久仰久仰，各位爸爸妈妈，哎呀，哎呀，哎。这个是葡萄糖是吧？哎，我自己先罚一袋。哎，爸您慢点，这脐带别绊着您。哎呦，真的是。哎呦，这位是王医生是吧？感谢你把我带来这个戏，听我热血心，温暖了四季。所以朋友们，你看学少儿口才这些东西真的没太大的用处，很多机构教的内容就是刻板。你学了以后，你教不出，你成为不了小康辉，成为不了小曲屏的。你学20年以后，你顶多能成为刘奎。各位，不管就是一个纯流水的生产线，管你什么不同性格的孩子，管你什么 INFP、ENFP， 教出来都是我这种 ADHD。就是我理解家长的焦虑，各位，因为家长老跟我说一句话，说自己家里没背景、没资源，得靠孩子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加的外向、大方、热情，才能被喜欢。我说 OK， 我理解，但是没背景、没资源，那不是你的问题。干啥要把压力给孩子呀？对吧？按这个逻辑。你应该去提升背景，按这个逻辑，你应该学少儿口才，对吧？你别让孩子天天学什么举头望明月这种东西，你倒是在你们部门聚餐的时候，你说今天我买单。今天的家长会就开到这里，我不是康辉，我们下期再见。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之前做过编剧，现在无业。然后不是很想上班，因为感觉上班太累了，每天醒了就工作，困了就喝咖啡工作，总是要往身体里加一些液体来让自己保持续航。有时候感觉我也不是年轻人，我是个汽车人，对吧？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对吧？现在年轻人休息也不叫休息，对吧？叫充电。新能源汽车人，难怪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燃起来了，我其实有时候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上班困的时候就一定得喝个咖啡来提神，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在网吧通宵的人会喝咖啡，他们只吃泡面，打游戏只会让人饿，不会让人困，说明游戏本来就提神，所以我们上班困的时候不应该喝咖啡，应该打游戏。其实不想上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害怕，最近几年听说过很多那种加班猝死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多那种大公司都会开始配备那种 AED 的急救装置，如果发生了猝死就能够及时的抢救回来。真好，真贴心，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猝死了。那大公司机会就是多。就让你猝的没有后顾之忧，对吧？想猝就能猝，猝完还能猝。对吧？这个措施可太奇怪了，就是他们想的办法不是怎么才能不猝死，而是猝死了怎么办？对吧？他们面对猝死的态度不是不要，而是别怕。把加班猝死，不解决加班，解决猝死。你感觉比起按时下班，还是起死回生更容易一些？我相信劳动的法律，他相信医学的奇迹。
如果我入职这家公司，我看见了 AED， 那我就知道这个班是加定了，对吧？它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因为如果我加班猝死的时候，如果要用上 AED， 那说明还有另一个人在加班呀。一个 AED 就赠送2个加班额度，猝死促销。2个人每天晚上就在那战战兢兢、面面相觑。今天咱俩谁是谁的爹呢？感觉现在睡眠就越来越少，对吧？甚至现在每年的3月21号还专门有一个世界睡眠日，来呼吁对睡眠的重视。你从这个日子就能看出来多么的迫切。3、2、1，睡。我感觉世界睡眠日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卑微的节日。它有一个活动叫做多睡1小时全球公益活动。多睡1小时，活动力度也太大了吧？甚至后来这个活动就变成了早睡1小时，也太懂事了吧？我能不能多睡1小时？不行，那我自己早睡1小时。哇，这1小时都不帮我呼吁了，让我自己想办法早睡1小时。我觉得这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只有早上我晚起1个小时，我才觉得我多睡了1个小时。晚上早睡1个小时，我觉得我少玩了1个小时。你都不知道再这么呼吁下去还有什么活动，只睡1小时。你感觉睡个觉，多睡点觉怎么就这么难啊？我就想睡觉，我就爱睡觉。我做梦都做梦中梦，我睡觉的时候都在睡觉。但是结果网上说，睡觉睡太多了，可能是嗜睡症，说我有病啊。我说这也能是一种病？那我能不能请病假呀？为什么没来？身体不舒服，困了，想挂号去酒店看看。对，这就是现在的评价体系啊！你每天睡得多，你有嗜睡症；你每天吃得多，你有暴食症；你每天动得多，你有多动症；你每天工作多，哎，你有上进心。对工作的评价也太积极了吧？你提到学习和工作，都是那种正面的词汇啊，都充满了赞美之情，什么废寝忘食、孜孜不倦，我天道酬勤。你一提到休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为我50。你感觉从小学的那些知识也没有什么鼓励休息的，对吧？它只有孙权劝学，没有孙权劝教。什么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你没睡醒，当然要刮目相看了。我听到最多的一个鼓励休息的词是劳逸结合，还得跟劳结合。啊，就不让我休息，对吧？你天天灌输这些牛马的思想啊，就不让我休息，就不让我休息，对吧？困了给我杯咖啡让我醒过来，对吧？猝死了给我个 AED 让我活过来。怎么地球没有是转不了了吗？废物地球。你就这么一直想让我再生，完了，年轻人真成新能源了。来自哪里？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今年也是走到总决赛了，说实话挺意外的。我这个人呐，没什么冲劲，我是 INFP， 小蝴蝶，像蝴蝶一样美好易碎。你们再看我的造型，我都不是一般的小蝴蝶，我是发蝴蝶。发福了的发蝴蝶，没有小孩的人就讲这种段子。我是小野的朋友小蝴蝶，很开心啊，每天讲这种破玩意儿，大家就很喜欢我，很包容我。收到很多网友那种很好的评价，他们说我做的是小 ego 喜剧，就说 ego 嘛，就自我意识。他们说我做的喜剧 ego 很小，自我意识很小，很温和。我很喜欢这个评价，我就这样子的人。胖子 ego 小，容易人缘好。胖子人缘好很简单，只要你每一次被陌生人喊胖子的时候，你都跟我一样露出憨厚的微笑，你就会是一个人缘很好的胖子。朋友越来越多，
但你要选择回复我认识你吗？你精神病啊？我是你爹。那你可能会是一个人缘很差的胖子，比如罗永浩老师。只能开个直播间才能交个朋友。一边交朋友一边卖货，所有的友谊都被命运暗中挂上了小黄车，并标好了价格。我从小被人喊胖子，从来不生气，直到有一次去一个朋友家玩，朋友妈妈喊我胖胖，说实话一点不生气，我还觉得挺可爱的。但我朋友突然开始维护我，说你怎么喊别人胖胖呢？你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他要是跟你一样喊你丑丑，你开心吗？哇，我当时真的非常感动，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一个人这么在乎我的感受，同时这么不尊重自己的父母。但我很喜欢这个朋友，因为他虽然说是个不孝子，但他不孝胖子。虽然他把他妈气得心脏疼，但我遇到了心软的神。一狗小也和之前的经历有关。我做了很多年的编剧，在娱乐圈也什么事都干过，什么活都干过。今天参加一个节目，节目组想让嘉宾坐在跳楼机上互动做游戏，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替身，抱着摄像机去进行安全测试。那么会是谁呢？你们坐过1个小时的跳楼机吗？连续1个小时，下来之后整个人都通透了，都有点通气了，感觉跳楼也不过如此啊。那是我人生最惨痛一段回忆。结果今天早上导演跟我说，我们决赛出场方式是从上面坐升降机下来，真的彩排时候都恍惚了，我穿越了。哥，导演，我跟你确认一下。咱们现在录的是中国最好的喜剧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不是认真的嘎嘎们吧？我再确认一下，我是演员，不是编剧吧？是吧？那你找个编剧给我测试一下。真的，那天在跳楼机上那1个小时，我真的想了很多。就进娱乐圈之前，都只在乎什么啊，飞得高不高。那1个小时，我只关心安全带锁得紧不紧。我知道娱乐圈越高越危险，最重要的只有安全。要想不摔死，就得把下半身牢牢锁死。以后别人再问我娱乐圈的目标是什么，我说五江上下而求索。后来我去参加一个节目当编剧，然后那个节目周老板是嘉宾，在现场我想找周老板打个招呼，但到门口有点犹豫了，因为他门口贴了块牌子，写着“艺人周奇墨休息室”，熟悉的名字突然特别陌生，我突然感觉到巨大的阶级差异，我的面前明明是一扇我非常熟悉的铝合金门。都感觉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门。就那一刻，我有一种闰土拜访鲁迅的感觉。我就想走，结果周老板正好开门了。哎，阿成，你来了，进来坐会儿。我说不用不用，我先回去了，周老爷。阿成，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来，今天吃点水果，这是西瓜。这是山楂，这是不锈钢叉。我说谢谢周老爷，我先认了。虽然今天一直在吐槽啊，说一哥小这个事儿，但说实话，我这个人就这样，我没什么自我意识，这种状态我最舒服了。你让我这种人突然变得非常的自我，我肯定也会很难受，大家都会很难受。那就不要留。突然的自我，
你们现在是不是很难受？这位美女，你是不是很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突然的赵丽蓉老师，这就是我就是没有自我，我的皮下是王建国。说这么多啊，我就一直坚信，我们一够小、没有自我的人也能做好很多事。比如最近我家的门窗生意真的好了很多，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最近台风很多。大家都想加固一下门窗，那为什么今年台风很多呢？会不会是在亚马逊流域有很多小一购的 INFP？在扇动自己的翅膀。小蝴蝶还说呢，啊，虽然我扇动翅膀可能会带来台风，但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福祸相依，所以我也不是一般的小蝴蝶，我也是发蝴蝶。大家好，我是小八。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悦。大家好，大家好，总决赛了。我第一轮的演出就讲了一个关于痛经的一个段子，大家看了吗？我讲那么多的段子，现在网上很多的人只记得一个事儿，就我讲了我的胸型长得像一个8字。前2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跟他朋友打麻将，打出去一张8万，喊了一声王悦，我都不敢往后拉，我怕桌上有人喊碰。我想直接给他评论，我说这个王悦可以胡，但不可以碰哦。其实我刚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胸就长成这个样子，也不要一直盯着看哈，就是我妈妈当时给我买了2件调整型内衣给我穿，我当时就是初2、初3的样子，正是一个喜欢打篮球的好年纪，我就会穿着去打。但是那个内衣的钢圈啊，真的梆硬，有的时候穿着穿着它会跑圈，你知道吧？那钢圈一戳出来，真的扎心了，老铁。而且调整型内衣有一个特点，它特别紧。我每次穿上它，我需要调整我自己的呼吸。我穿着内衣在操场上，每次刚刚这么一投篮，那个内衣直接窜上来，卡在我的脖子上，顶到我的下巴。就那场比赛全程甚至都没有人防守我，我被我自己的内衣防得死死的，我都不敢拿着球，不敢投篮，一投篮下巴就被盖2个大帽。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海绵太厚了。哎，那个海绵厚到你有的时候直接扯出来，可以拿去洗碗。有时候你把它扯出来，它甚至就是一个碗。你这样夺它一下，它半天都弹不回来。打篮球嘛，难免会有一些肢体上的触碰。有一次我打着打着，那个男的突然就给了我一下，立马就给我道歉，他对不起，我犯规了。我说啊，没有吧？我的感觉你没有碰到我。他当时就看着我哕下去了半边胸，半天都没有弹回来，他吓惨了。就围着我一直看，他说你这个。你确定你没得问题哦？你8字都只剩1撇了。当时全操场的男生都围过来看我了，我真的觉得很尴尬，但情急之下我就只有把另外一边也摁下去了。但是这个调整型内衣我穿了1年多就没有穿了哈，因为它确实跟我的8字不合。我妈妈也放弃了，她发现我把每一件调整型内衣都穿成了我自己的形状。我的胸有自己的 slogan，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做自己。但我最近因为出差越来越多啊，一次性内裤变成了我现在的生活必需用品。
我这个身材真的很难买到大小合适的。其实网上很多商家的我都买过，最大号的我穿着都小，穿吧也穿得上，脱下来得剪开。而且一次性内裤真的太薄了，我就拿着那个内裤看，我直接看到了我的掌纹，我感觉它沾点水能当面膜，这真的是个宝贝哈。拿在手里怕碎了，穿在身上怕化了。一次性内裤你首先是个内裤吧，你要保证你最基本的功能兜底。你有这么透气的材料，你拿去做内衣呀？我感觉我这辈子真不容易，我买个内衣比我八字还硬，买个内裤比我命还薄。今年3月份我去加拿大演出去了，也演到国外去了哈，现在哈。315刚好就爆出来一次性内裤有问题，而且是安全问题，我当时真的天都塌了。你说你小我也认了，你薄我也认了，你跟我说这玩意儿有毒，那臣妾真是错付了。就好像你扛着香火去庙里，山高你也认了，路远你也认了，一到庙门口跟你说住持被抓了。专门看了新闻，他说这个东西不卫生不消毒，最重要的就是荧光剂超标。什么意思啊？把我们全部整成萤火虫。我穿这个内裤唯一的好处就是走夜路再也不用害怕了，老子自己就能开远光灯，真的。我当时一下觉得特别沮丧，我都穿过太平洋了，我都没有穿过一条合格的一次性内裤。我当时就看着那一堆漂洋过海带过去的问题内裤，穿吧可能会出问题，不穿吧也没有人知道。那几天我去了路易斯湖，我路过了尼亚加拉瀑布，我甚至站在一个国际的大舞台上，享受着雷鸣般的掌声，但我还是觉得很空虚，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底。我妈妈当时看了新闻过后也是爱女心切，一气之下把我在家里面囤的40条一次性内裤全部给我拿去洗了，加工成2次性内裤。她非要说这个东西拿开水烫了就变干净了。我说那些做脏内裤的是因为烧不开水吗？还隔着时差给我发视频，就坐在客厅里面把我一次性内裤一捆一捆的往开水里下，下进去就散开了。我感觉他在烫响铃卷儿。我从加拿大回家那天，我家阳台上甚至多了一道窗帘。我心想也别加拿大了，大家拿，谁愿意拿谁拿。我看了都害怕，我怕邻居举报我们家，说这里才是制造一次性内裤的窝点。但是我最近终于买到合适的一次性内裤了哈，是一个孕妇用品，太好穿了，真的。但我每回都会把包装扔得远远的，我怕别人给我抱出去，说你别看他在台上留个板寸，私底下孩子都有了。就是最开始买的时候不会选尺码，我一点开里面 S 号到9个叉，我不知道我是里面哪个叉。客服给我说你怀到几个月就是几个叉。我先买了个2个叉的不行，又买了个3个叉的也不行，后面我才知道我的宝宝6个月了。但现在商家都懵了，我这个账号买6个叉，足买了6个月了，这怀的是个哪吒吧是？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逼得单身做孕妇，逼得月子坐月子。我的要求真的很低，我就想要一件舒服的内衣，一条合格的内裤。你不要把我整得喘不过气又兜不住底的。而且那些做毒内裤的商家，你抓进去过后，日子也别让他们过得太舒服，就给他们穿调整型内衣，钢圈最硬的那种，穿大概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把他们全部都聚拢起来，唱铁圈累。反正他们又不怕累，
他们的良心又不会痛。我觉得这个才是调整型内衣最该调整的地方。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其实啊，台下的我是非常内敛，甚至挨欺负的。我1年前打车的时候，我坐在副驾驶，我想放平了睡会儿觉，那个司机一直放歌，我说师傅能不能把歌关了，我想睡会儿觉。他看着我原话啊，他说不放歌我也睡觉。我说幽默，哈哈哈哈，幽默，哈哈哈哈，他没接话，我就不想跟他说话了。直到我看到他单手玩手机开车插队，我就想点他一下。我说师傅您真棒，单手玩着手机还能开车插队。这次他说话了，他说这算什么？闭着眼睛也能插。你看。我一把就进去了，啊！我说是鬼门关嘛。我说人家要不让你呢，我一把又出来了。我就感觉阎王在底下看见我，下不下来呀？他就引起旁边车的路怒了，旁边车急了，啪给我们别住了，把车窗放下来，指着副驾驶的我说：“你要死啊，小黑狗！”我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哎哎哎哎！”他以为我在模仿他，他以为他说的是“你要死啊，小黑狗”，然后我说：“喵喵喵喵喵喵。”哎呀！他急了，他把车门叭关上，把车叭横前面，下来，下来，我整死你，下来！那司机看着我，先生，您要下车吗？我说你是裁判呀，我死也不能下车呀。他走到车前面，下来，下来。当时他往过走，我说师傅，他过来了，师傅，他过来了。那司机，我说师傅，他过来了，你把他打出去呀！你不打出去呀！那个司机路怒的就站在车头说下来，啊，他就一直骂我，把我兽性骂出来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朋友们，我隔着车玻璃就给他作揖。司机说下来，不下来我砸你车。我说哎，砸！我一看那司机一把就出来了，直接就绕过他走了。当时我说师傅，你真厉害。他说小伙子你也厉害，心理素质为什么这么好啊？加个微信，以后有租车的活记得找我。我说没问题。啊，为什么心理素质好？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差生，考试永远 A B C D E F 班，我永远在最差的 F 班考。每次我还特别天真的问同学，我说咱们分班是按姓分的是吗？我同学说 F 什么都别代表，方别灰心 ，F 的意思就是废物。我说不是，差生也是有优点的，我们心理素质非常好。A 班考试 ，A 班的同学90、95、90、70，想不开。我在 F 班20、25、20、25、40，我爸请大家吃肯德基。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选择情绪。正常人，比如说你们，如果说你们经常会混淆主观意识跟大脑，其实他们俩是分开的。大脑是你的器官，每一次遇到什么事儿都要问你。大脑经常过来就是问正常的人啊，说同事都说你坏话，现在应该是什么情绪？啊，现在应该是悲伤。好，然后他给各个器官开始打电话，就是滴滴滴滴滴，喂，泪腺吗？啊，是泪腺吗？泪腺不在，等一会儿先给其他的打。好好好，滴滴滴滴滴，乳腺，是乳腺吗？
啊，是乳腺，现在结节。滴滴滴滴滴，喂，甲状腺，现在肿大。滴滴滴，喂，痔疮，保持原状。滴滴滴滴滴，泪腺在了吗？泪腺在了吗？在了，在了，在了。刚才睡着了，哭吗？哭吗？哭的话，身体就不会难过了。啊，想想啊，主人哭不哭啊？你说啊，已经长大了，不能哭了，然后所有的情绪开始内化，疯狂的惩罚自己。我跟你们就完全不一样。我的大脑每次都过来问我，主人，所有人都说你是废物，请问现在应该是什么情绪？我说，不是，抬起来，鼓掌，尖叫，托马斯拳拳，南瓜站起来吹唢呐，小北把上衣脱了，庞博也脱。南瓜别脱，南瓜脱。我的大脑跟我关系特别不好，我从来不问他意见，这也是我从小快乐的原因。我以前也是情绪的奴隶，直到我遇到我的人生导师，他是3年级的刘哥。所有人都说他是傻子，但是在我眼里他是天才。我看着一群同学围着他，啊，就说刘哥，怎么？您是傻子？刘哥当时原封不动说的话是：“知道。”我说有点东西。别人说刘哥你头发好臭啊，刘哥我臭死你。我说有点东西。他根本不在意其他人的意见，所以他特别的开心，有什么问题我都问他，天文、文学、地理、物理、化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都问他。有一次我冰棍掉地上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吃。你们一辈子都想不明白冰棍掉地上怎么才能吃，今天演出就来值了。天文、文学、物理、化学、地理，所有人解决不了。当时我看着刘哥，我说刘哥，冰棍掉地上怎么才能吃？刘哥看着我说，你不告诉别人你就能吃。我说有点东西啊。我看了上面沾的沙子，我说这咋吃啊？但是上面有点沙子呀。刘哥看着我说，没事儿兄弟，我帮你。他一把拿过来，缩了，把沙子碎了，你吃吧。我说先生大义，以身入局，胜天半子，但还不如带着沙子呢。你真是傻子呀！我拿下那根冰棍，我说这咋吃啊？这咋吃啊？走到学校门口，高年级看着我，冰棍给我吃。我说给你吃。他刚要伸手拿，我一把就撤回来。我说算了，这个刘哥舔过了，你别吃了。他说哎，你人性还不错啊，以后有人欺负你跟我说。我说哎，只有你。小时候生活条件，尤其是在学校里边，差生面对的更多，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坚韧。工作之后，所有那些骂我的话，我真不往心里去。听得懂的我不生气，因为我都听得懂，我练这么多年了。1年级的时候，别人叫我啊臭狗屎，第一次听到我就是啊不要叫我，真的我真是这样啊，虽然有点狗血，不要叫我，真的这样。叫9年，人说哎。臭狗屎！我说爷爷在此。我根本就不在乎，朋友们，听不懂的我更不难过，因为我都听不懂。几年前有一个外国的领导，他看着我说 ：“Billy, I don't know who raised you up。”这句话在脏话里边，英文里边是比脏话还要脏。我不知道什么人给你养大的。这句话我当时没听懂，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他说 I don't know who raised you up。 我看着他，我说 You raise me up。 今年我才懂，这就是唯一一个能伤害我的话，这就是传说之中那种当时没听懂，突然懂了之后我非常痛苦，一直想报仇。啊，老天给我机会，前几个月他要离开北京，请我们这些老员工吃饭，啊，有的人给他送礼物，有的人说明天要开车送他去机场。我说不用你开车了，我认识一个司机。
好了，朋友们，我开玩笑的，我没把那根舔过的冰棍给高年级，我也没有把那个路怒的司机推给老领导，因为我就想证明一件事儿，就是差生也是有优点的。谢谢。嗨，朋友们，很开心给大家演出。这确实很吸引注意力呢。上个赛段比赛的时候给手摔断了，现在是黑灯和小佳的竞品。我就是这一期的新残疾人，算是喜榜残疾人。哎呦，说实话，真想讲老弱病残的段子，想讲地狱笑话啊！我有这个资格。我在20岁那年就得了糖尿病。我知道你们是因为听感上更像是刘仁成的段子。20岁，在我们的教育观念里算小孩，小孩就是得不了任何病。我小的时候是没办法和长辈说难受的，但凡说难受，就以你是小孩的名义来否决你。他们甚至会剥夺你身上的器官。从来没办法和长辈说腰疼。小孩没有腰啊，一出生给你卖到缅北了。我们东北更严重，逞强教育。流感出门，没有人戴口罩，脸上挂个小孩出门了，得不了任何病。但是这肯定是玩笑，身边的朋友开那个玩笑才是真的恶心，把你当绝症，不让你吃糖，不让你吃水果，不让你吃巧克力，非说你是狗。上网搜糖尿病患者能不能用水果手机，家人才是真的关心。我老80了，知道我得糖尿病，心疼坏了，每天以泪洗面。哎呀妈呀，大孙子咋整啊？得糖尿病了，妈老还没得你就得了，咋整啊？哎呀，要不吃点黄桃罐头呢？1型糖尿病发的太严重了，一发病就进 ICU， 特别突然，和这个段子转折一样突然。ICU， 我确实是安全下车，往那一躺，真的身上哪儿都插着管，呼吸都有管帮你。我往那一躺，我都想发现小众宝藏打卡地，还什么家人们谁懂啊？我懂。ICU。再出来的时候，在隔离病房，周围全是那种老人、老头嘛，他们很健谈，在里边聊天。大爷问你怎么进来的，看着我说老弟，你这么年轻，你来这儿，你得是癌呀。我说大爷你别闹，我糖尿病。他说你别闹，这屋里谁没有糖尿病？当时才意识到，糖尿病只是见他们的门槛。之后就一直以为自己可以像是一个正常人一样，每天打胰岛素活着。但直到去年，大学毕业找工作，考了老家一个社区，被拒绝了。那个手册一翻开，写的是有犯罪记录不行，大面积纹身不行，糖尿病等慢性病不行。没有想到这个门槛面前，我和杀人犯一个级别。没有想到为什么我明明慢性病，我又不是那种病。我没有办法伤害别人，我伤害别人，我小糖尿病怎么影响我在那个岗位上端茶倒水吗？主任喝茶，我说你先别着急，我亲自倒。蜂蜜茶，主任，蜂蜜茶，5支蜜糖。这个找工作过程中，连这种岗位都在拒绝我们。中国有1.4亿糖尿病人，我说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我们当时的病友群里全是老头老太太，根本不用上班。第一天进群发了4个表情包欢迎我，是4个观音说欢迎群友。那剩下的呢？一查在送外卖送快递，明明体力活最不适合我们，偏偏最接纳我们。不是说我们适合，而是因为这些职业不歧视任何人，哪怕他们就叫歧视。
我真的在找工作过程中屡屡碰壁。我当年投过一个我最引以为傲，我觉得我轻车熟路、手拿把掐的岗位，一个大厂的运营。所有面试全过了 ，HR 为了拒绝我说那个话坦诚且残忍，担心你的体力问题，没有办法胜任我们这个岗位。体力，奥运会上足球、网球、冰球各个领域都有糖尿病的运动员，我们的体力可以打奥运会，没有办法上这个班，这得多需要体力。我能为国争光，没办法为他卖命。我不是来端茶倒水，有什么东西是我那个体力干不了、端不了的吗？又不是铁饭碗。真的说的话很坦诚残忍，说担心你在我们岗位上猝死。他知道自己的岗位能猝死，但是不能死一个糖尿病人，必须死一个健康人。你有武德，不杀老弱病残，对吧？工作强度大，你降低工作强度啊？怎么你想招个命硬的，招个累不死的，招个能吃苦的，更适合我了，我就吃不了甜。运营干不了，我们有什么干不了的？英国2任首相都是糖尿病，不跟你们抢这个冠军了，我要当英国首相。已经疯了，怪不得首相住的街道叫唐宁街，那地方我也能住。英国注定是属于唐人。如果当英国首相这个愿景太过于荒谬，那我还是希望能回归本真，希望所有人在找工作过程中都不被歧视。这个世界该填的填，不该填的不填。谢谢你们。大家好，我是嘻哈。哎，欢迎大家！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空姐，看得出来吧？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应该看得出来，感觉到不好欺负啊。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我站着发水。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我当时都懵了，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当时我声音很大，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我没摸呀，我叫你帮我加杯水。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你按我屁股干什么？他也不会亮。同事说你声音好大，你就不怕他投诉吗？我说哎，我被摸屁股，我还不能声音大，再说他能投诉什么？下去就被投诉了。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我说我屁股不亮。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我说就是不亮啊，你的会亮吗？给我看一下。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一个小妹妹，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旅客说你不给我话，我就投诉你。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非常害怕，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走到那个面前，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你连我都一起要了。旅客说我不要了。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我说嗨，电话只想要一个了，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但这句话我没说啊，我怕被投诉嘛。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他投诉我非要给他电话。前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我刚刚下班不久，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让我过去接她。我到了之后，她领导突然站起来说：“哎呦，空姐来了，快点快点快点，空姐来了，快点快点，都在等你，来坐下吃点，都在等你。”我说都在等我，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等我干什么？等我来收餐。我刚刚下班又要上班。刚坐下，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我说我不喝酒，真不喝了。他领导说：“哎，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我心想，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
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您好，欢迎登机，15、20没有过，这样吗？没有吧？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礼貌的跟他讲，我说真不喝了，领导，明天还要上班。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说：“你朋友生气了。”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你摸他腿干什么？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他声音好大。”但我就这么一吼，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领导一看就是老手，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我没摸呀，隔着裙子不叫摸。”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我气到浑身发热，汗流浃背。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我捡起来想贴回去，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应该有一只蚊子。就是有只蚊子。我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唰一声巨大声，当时领导都懵了。他说：“你打我干嘛？”我说：“没打呀，隔着胸贴不叫打呀。”我想跟他讲，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我手收回来的时候，胸贴依旧在他脸上，显得他脸皮更厚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你朋友挺有种的。”你看，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真有。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他就知道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回家路上，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会给我穿小鞋。我说可笑，什么叫穿小鞋？我胸贴都不穿。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让她在公司说。好，我上电视上说。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又如何是他该想的事儿？领导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我觉得不公平，我建议他出门带脑罩。爽啊！还有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想被骂，你就别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就别怕被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哈哈，隔着屏幕也不叫骂。